新加坡街头随处可见银发工作者，84岁的出租车司机依旧驾车稳健，101岁的杂货店老板娘年过100岁仍能轻松办货，为顾客找零。被誉为养老天堂的新加坡，65岁及以上人口就业率高达 31.7%， 远超香港的 13.6%， 而55到64岁群体的就业率更达 70.6%。这些数据背后不仅体现了社会与政策的影响，也反映了新加坡银发经济的独特样貌。然而，这样的现象是老有所为的典范，还是必须工作的无奈？新加坡用其独特的不养懒人社会体系，将老龄化危机转化为经济机遇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答案。第一章，超老龄化社会的沉重现实。进入这个探索之前，先明确一个基础背景：新加坡将在2025年正式步入超老龄化社会的门槛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 21%， 这一占比预计在2030年进一步提升至 24%。 也就是说，到时每4人中就有1位长者。而老龄化不仅体现在数量上，高龄老人及80岁及以上的群体，在过去10年内增长了多达 60%， 使问题更加复杂化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的劳动适龄人口却在逐渐减少，这直接导致社会整体对养老压力的增加。不仅如此，独居老人的隐形危机也日益凸显。过去10年里，新加坡独居老人的数量已翻了一番，他们面对的是更孤独且更不可预测的晚年。随着人口寿命延长，人们面临的挑战由此更加深远。面对汹涌的老龄化浪潮，仅依赖政府托底并不足够。为了缓解未来的社会养老压力，新加坡选择了一个策略性路线，改变养老的定义，让工作的节点从年轻延展到老年。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些奋斗到年长的银发面孔。新加坡用这种竞合期待拥抱了危机，同时也围绕它打开了一扇经济的窗口——银发经济。第二章，制度护航终身工作的社会模型。为了减轻公共养老负担，新加坡政府采取推力与拉力相结合的政策，构建适合终身工作的社会模型。一方面，通过法律手段推动延长工作年限，法定退休年龄在2022年调整为63岁，并将在2026年进一步延至64岁，重新雇佣年龄也提升至69岁。此举为长者继续留在就业市场提供保障，同时要求企业若无法重新雇佣退休员工，需支付最高14750新元的援助金，以经济杠杆鼓励雇主留用老员工。另一方面，政府通过激励机制吸引银发群体参与就业，例如高龄雇佣补贴支持企业聘用60岁以上、月薪不超4000新元的员工，提供最高 8% 的薪资补贴。40家技能重启计划则为40岁及以上国民提供每月300新元培训津贴，引导他们向数据分析、数据媒体等新兴领域转型。此外，动态调整公积金缴招率，以强化年长者的储蓄能力，让他们在经济上更加自主。这些措施既帮助解决就业问题，也将银发群体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力。第三章，争取体现低收入长者的最后依靠。尽管终身工作的思路在新加坡行之有效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位年长者都能参与经济活动，特别是那些因健康原因或技能受限的低收入群体。为此，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安全网式的社会计划为这些长者提供保障。研发族支援计划 Silver Support Scheme 是其中的核心制度之一，它为低收入的65岁及以上公民提供长期现金补助。以最低收入水平的长者为例，他们每季度可领取最高1080新元的补助，继2025年起，补助金额还将提高 20%。 医疗保障则是另一个关键之处。在保健储蓄 MediSave 框架下，政府通过配对计划为存款不足的长者补充账户，确保他们在疾病时有足够的保障资金。同时，针对那些耗尽储蓄却仍面临基金困难的特例，医疗基金 MediFund 则充当最后的安全网，保证不会有任何一位长者因无力支付而得不到合理治疗。这些制度的存在，加上方便的社区医疗服务，共同守护了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底线。第四章，治胃病的未来布局。在经济和保障外，新加坡政府越来越意识到，治胃病的策略才是长期降低老龄化成本的关键。通过推进健康 SG 计划 Healthy SG 和广泛的社区健康服务，新加坡正从传统的治病转向防病模式，力图将健康管理触角延伸至每一个年龄段。如今，全岛已有超过220个活跃老龄中心，为长者提供健康检查、慢性病管理和社交活动，帮助他们保持健康的身体与愉悦的心情。此外，新加坡还在健康管理中广泛引入了科技的赋能。政府斥资2500万新元推出的 Project Reset 为3000名高健康风险的长者发放智慧手表，通过 AI 模型预测心血管疾病风险。据数据显示， 70% 的项目参与者存在胰岛素抵抗却毫不知情，这意味着借助科技，新加坡的老年人能够在疾病未成型前就主动干预，避免更多健康危机的发生。这种全新的健康治理模式不仅降低了长者的医疗负担，也为新加坡的银发社会注入了更多积极机遇。新加坡的养老保障与银发经济创新为全球提供了独特养力，其养老金体系在2025年获得示范级 A 级评分。然而，这样的体系已引发争议。
养老天堂是否应该与工作到老挂钩？这种模式是否无形增加了研发群体的财务焦虑和长寿压力？尽管生活条件得以保障，但预期寿命增至83.5岁，也意味着储蓄需支撑更长的生命周期。工作到64岁是否只是减缓焦虑的一种手段？新加坡赋予个人自养其生的责任，但这样的模式是否适用于所有人？新加坡仍需在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间寻求更理想的平衡。同样，观众也可以思考，你的理想晚年生活又是怎样的呢？